欢迎收看第1066期北境不静音，这也是本频道的全新系列节目《辱华的华 When China Becomes 华》的第一集。那么这个系列要给大家讲什么呢？我在前2天的那场直播里非常详细的给大家阐述过了，欢迎大家去回看。你也可以视那期节目为本系列的第0集，直接从第53分53秒看起。那么今天这期节目的开场，我还想再多说2句关于这个系列，因为我为它设计了一个印章 logo， 辱华的华。那么我特地把前2个字改成了简体中文，因为辱华呢是简体中文世界的一个概念，它经常把中国升格包装成华这个字那么其实有一些批评是针对中国的，但是就上升成了辱华。但是我认为呢，华这个概念是大于中国这个概念的因为在中文里华是精华的意思你可以认为是那个文化那个文明在几千年流传过程中所沉淀下来的精华。当然这些精华不只存续在现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内也包括台湾、日本、韩国、东南亚以及全世界很多的地方都有所以第3个字的我就改成了日文的 no 最后一个字华还是用繁体的华。实际上本系列的专注点并不在辱华这2个字究竟什么是辱华哪些行为不是辱华不在这个地方去纠结。我的专注点就在最后的这个华字，究竟什么是华我们心中的对于这个华的定义是什么？我们对于未来世界里面华这个字的想象是什么？那我相信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那至少我不愿意去承认中共对于华这个字的一个单方面的解释所以我们来做这个系列自己来重塑它。那么好，回来今天这第1期节目我们聊什么？钱这个大家都很感兴趣，对吧？因为这2天呢发生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就先从这里聊起就是台湾呢要设计新台币。我们先看看现在的台币长什么样子看100面额上印的是孙中山200面额上印的是蒋介石，然后500、1000、2000这个面额上印的就不是政治人物了全是普通人人民那么新台币呢，这2天在网上有一个流传出来的设计稿是这个样子。那我们看见了，没有任何的人物了，变成了动物、植物建筑风景美不美呢？这个新版那可能每个人的答案不一样但是呢有一个人对此非常的愤怒就是中国国台办的发言人陈斌华。他说民进党当局刻意推动新台币去孙中山化，目的就是要割裂两岸的历史文化连结，说这是包藏祸心的政治操弄，用了数典忘祖、令人不齿这样的措辞。然后对此呢，台湾方面陆委会副主任梁文杰的回应是说，台湾保存的文化底蕴比中国深厚得多。如果中国如此尊崇孙中山，为什么不把孙中山印在人民币上呢？现在印的都是毛泽东，但是毛泽东这个人是批孔扬秦的，攻击传统文化的所以真的合适吗？那好我们来看一个小视频就是梁文杰的一个现场回应非常的精彩。把这个新台币改版，这个孙中山先生在不在新台币上面，然后变成是什么去中国化的问题。我想大部分台湾人大概
不会这么去想问题。台湾从来没有去中国化的问题，台湾人保存的这个文化底蕴，我认为是比大陆深厚很多。那我们有最好的温良恭俭让传统，我们没有搞过文革，我们没有搞过破四旧立四新，也没有把妈祖庙、孔庙都烧掉啊！整天在说我们去中国化，这种是胡搞蛮缠的。孙中山先生在不在新台币上，这是我们台湾自己的事，不用对岸操心了。事实上，我有曾经看过中共20年前有一些人大政协委员都提案说要把孙中山放在人民币上，但是孙中山也没有出现过在人民币上。如果对岸对孙中山这么尊崇，那你们为什么不放孙中山？那现在的人民币上面全部都是毛泽东。毛泽东他是批孔扬情，攻击传统文化不遗余力，那他能代表中国人吗？所以不要把政治人物跟着什么去中国化不中国化这个事情连在一起，这事情讲下去就很没意思了。我们小的时候1000块台币是蒋中正总统，后来拿掉了，大家也不是用得好好的嘛，所以台湾人不会这样去看这个事情。那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的人民币上啊，确实印的全是毛泽东啊，无论是100、50、20、10块面额上都是毛泽东。那我们看右边这张图啊，这个是过去几版不同的人民币啊，其中中间这一竖行是第4版人民币，也是我从小到大用的人民币啊。那么可以看到当时的人民币呢，从1角、2角、5角、1元、2元、5元、10元，一直到50元，上面印的全都不是政治人物，而是普通人啊，名副其实的人民啊，印在人民币上。直到100这个最大面额上啊，印了这个4位啊政治领袖啊，那其中有一个是毛泽东了。那到了最右边，现在现行的第5版人民币就全都变成了毛泽东。那这样好不好呢？啊，我们不在这儿下结论啊。那我们再给大家看一张图呢，是很有意思的啊，这是网友用 AI 做的啊，那么回应了说，人民币上是不是应该印孙中山呀？啊，如果中国人视孙中山为国父的话，那么人民币上到底应不应该印孙中山呢？我们也不在这个地方去讨论啊。我相信本期节目的最后，大家可能会有一个自己的答案，就是人民币上应该印什么。那我们先回顾一下整个人类文明的一个这种钱币的发展史啊。那么钱币上面都印过什么啊？首先呢，最早的时候啊，在人类没有货币的时候，那么也需要做交易，当时是以物易物啊，我拿我的一个东西换你的一个东西。那这个交易的需求增加之后就非常不方便，所以人类就发明了我们需要一个中间的一个等价物啊，那么就是货币。所以最早就出现过啊，叫贝币。当然贝币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了啊，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出现过用贝壳来作为货币啊，那么需要做一些打磨啊，在当时的不同的社会里啊，都有对于这个规格、尺寸、重量啊，甚至色泽的一些规定和要求。那么在中文里呢，后来就发现跟这个钱啊有关系的一些字啊，都是用的贝字旁啊。你比如说贷款的贷啊，货物啊，资产的资啊，贫富的贫，购物的购等等，都是这样由来的。那当然了，在人类的这个历史上啊，也不只是用贝壳来作为货币啊，比如用牛也作为过货币啊，还有呢就是比较常见的各种金属块啊，有的这个金块、铜块啊、银块，还有像图中这样的这个青铜块。这个青铜块呢，大家看啊，如图所示啊，古代的人要扛着这么沉的啊去做交易，那这不只是麻烦之一啊，更麻烦的是现场我们需要做检验，我怎么知道你拿的这个青铜块是不是真的呢？还要称重，这是最重要的，到底多重？那这就非常的麻烦啊。后来人们就发明出了我们现代意义上的货币啊，给大家看这个第一枚这个钱币，这个吕底亚币啊。为什么说它是第一枚呢？我们看它这个样子啊，有一个狮子头是吧？好，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
这个吕底亚我们叫它琥珀金币啊，因为它是一个金银合金，它不是纯金纯银啊，因为当时没有那么好的这个精炼技术啊，它就一块合金，然后压扁了，上面印这么一个图案。公元7世纪的时候，公元前7世纪的时候啊，那你可以认为它是一块被政权保证了重量的金银合金啊，国家铸造。所以它的重量和成色是由官方来保证的啊。那上面盖了这个印记是做什么用呢？就是大家在交易的时候啊，你看见这个印记就 OK 了啊，你不需要再去称重、再去检验，这些环节省略掉。原来的这个不管是贝币啊还是金属块啊，它的信用是来自于重量。那么现在这个吕底亚币它的这个信用来自哪里呢？来自权力，国家直接给你背书啊，你只要相信这个印记就可以了。好，继续往下发展呢，到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当时在希腊的货币啊，上面印的是什么呢？就不是刚才那个狮子了，是神啊，这个是雅典娜啊，印的是神啊。再往下到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你看印的另一个神啊，这个赫拉克勒斯。正面是他啊，背面这个是宙斯的一个坐像啊，还有这个铭文啊，这个一会儿给大家详细的解释。然后再往后，就变成了印的不是神了啊，而是这个现实中的人了。这人是谁呢？亚历山大大帝啊，这是开始印这个政治人物了。这个变化是怎么产生的呢？给大家解释一下啊。首先我们看亚历山大时期的这个银币啊，刚才给大家看过的啊，正面印的是赫拉克勒斯啊，背面是宙斯的这个，它铭文上写的是什么呢？权力来自神授的秩序，就不是某个具体的人啊，所以它上面啊，当时不敢印亚历山大大帝，只敢印神啊。那但是呢，那个神长得又有点像亚历山大大帝，所以当时是一个逐渐试探的时期啊，看看可不可以把真人的脸印在这个钱上。那到了后期了，就是大家最后看到那个图了，终于承认了啊，这张脸就是我亚历山大。这是权力膨胀到需要用一张脸来承担信用的时刻，也就是说，权力第一次直接用自己的脸来为货币背书了。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因为我们知道亚历山大时期当时的那个帝国领土跨度非常的大，他征服了非常多的不同的国家部落，那里面内部的这些统治的人呢，大家都有一些不同的信仰，所使用的文字也是非常多元化的那你如果只在这个钱币上去印文字的话很多人是看不懂的。脸是一个高度可识别的一种象征一种符号，所以印脸但是又为什么是由这个神的脸改成了人的脸呢？对吧？因为印神的脸就是像刚才那个铭文所说的，就是我整个这个帝国，我的这个秩序，我的执政的合法性来源是神授予我的，对吧？过去呢这个一个世俗的社会那是要有法律存在的，才能约束这个社会运转吧。过去的法律呢是写在一些石碑上写在一个这个放在神庙里，对吧？那现在有货币了，这个货币是人们每天交易都要用到的，你都会摸这个货币，会看到这个货币这可能是你最亲的东西，最喜欢的东西。所以这个货币就不仅是交易工具了，它也就变成了一种日常的政治宣传。宣传什么呢？宣传我的权利我得让你明白谁是你的统治者呀尤其是从你比如像罗马时期它从共和制过渡到帝制的时候，那皇帝这一个人就是国家的象征，所以他的脸就是最高权力的象征，也是最好的政治宣传品所以他的这个变化是这么来的
那我们看看中国的钱就不是这样啊，大家看右边啊，中国历代的这个叫方孔元钱，从秦朝时候到右下角这个金啊，宋金，其实往下啊，元明清的时候钱也都长这个样子，也就是说在这个1000多年啊，近2000年的历史里，中国的这个钱币的形式没有变化，那跟西方完全不一样，它也是圆的，但它中间有一个方形的孔，它上面没有印任何的肖像啊，什么人脸没有，狮子脸也没有，它只是写文字啊，后来变成写4个文字，这4个文字一般就是什么什么通宝啊，通宝就是钱了。那这个前面2个文字呢，代表着当时的年号。那这个是什么一个设计理念呢？首先，钱币是圆的，代表天圆啊，天是圆的啊，这是一种秩序、运行啊，天道，这个是不可以私有的，不归某一个统治者所有。那中间的这个方孔啊，代表地方啊，那地上的事情，这个制度、这个疆域，这是可以由一个皇帝来治理的。所以中国的皇帝也叫天子，意思是天的儿子啊，代替天来治理这片土地。所以个人是不能够比天地更重要的啊，所以你这个个人，你这个是不可以印在这个钱币上。皇帝的这个年号是可以换的，但是整个这个钱天圆地方的这个形式不变。所以其实这个体现出了古代中国对于权力的某种限制啊，这么一个观念是有的。好啊，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啊，那么后来的中国，这是第一次出现了印人脸啊，这是袁世凯啊，也称袁大头这个钱币，这个当然是效仿了这个西方的文明啊做的一个更改。好，我们来看一看纸币的情况是什么样。先给大家看啊，左边这张图，这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纸币系统啊，当时出现在中国四川的叫交子。那右边这个图啊，这个是清朝时候的银票了啊，大清宝钞啊。好，大家仔细看看这个图啊，我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首先呢，这个世界上最早的这个纸币系统啊，就刚才左边这个图啊，其实更早之前在唐代的时候有一种叫飞钱，这是一种叫这个汇兑凭证。那到了北宋的时候，出现了正式的这个官办的纸币，官方印的，就是刚才大家看到的左边那个叫交子，上面呢有大量的文字、官印啊、制度说明、兑换条件。这个刑罚警告，这是说明当时整个中国的这个整个系统在为这一张纸来背书，就是它可以当钱来用啊，为它来背书，所以它是不太讲究一个审美的啊，它是功能性的啊，我不会说在上面印一个什么人脸啊，我要纪念这个人物啊，没有这些东西，画个什么花鸟鱼虫装饰它也没有。我就是大量的文字官印，我要说明它的可用性以及到底怎么用啊，以及你不去正确的用它，你会遭受什么样的惩罚啊，都写在上面。那到了刚才右边那张图，清朝时候的这个银票啊，那它的这个审美和设计感就提升了，对吧？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版面啊是有留白的，有节奏的啊，有印章啊，包括我们再看啊，包括它这个边框。是吧？里面的这个书法，整个这个设计感是很有层次的啊。对比右边啊，这个美感，我相信大家可以感受到，对吧？好，这是中国的最早的纸币啊，也是世界最早纸币。然后我们来看一看欧洲的第一张纸币，出现在1660年，这就已经比中国晚了600多年了，是当时瑞典斯德哥尔摩银行发行的，也是啊，几乎没有装饰。上面也不印任何的肖像，因为当时瑞典用的是铜本位，铜啊很沉啊，所以为了方便，开始用这个纸币啊来对等这个铜。
那么这个上面写的就是一些兑付条件啊，发行者，这样这就是建立一个信用关系嘛。所以在当时，纸币仍然是一个金融工具，它不承担这个国族叙事的功能。那我们再往下看看啊，这个你看，纸币发展到这里，就已经开始往上去印一些人物了啊，印一些肖像了。这个是当时在加拿大的啊，中间这个人物印的是这个英国的啊，维多利亚女王。好，那我们现在要讲到这个现今最重要的这个货币了啊，美元。那有的人说了，那美元上面印的也都是这些政治人物啊，说人民币上印的也是政治人物啊，毛泽东啊，美元上印的也是啊，但是有区别啊，什么区别呢？给大家讲一下啊。美元这个设计理念啊，它上面这个脸呀，它不是政权的象征，而是宪政秩序的代表。它印的呢不是那些统治者啊，它无论印的是这个国父啊，还是刚才这个林肯呀，它都是整个美国的这一套秩序、宪政秩序的一个创立者啊，以及过程中的牺牲者，或者说叫守护者啊，这样的人。印在上面。那能不能改版呢？有人说啊，我不再印政治人物了，也印一些花鸟鱼虫行不行？那这个改版很复杂啊，它涉及到国会立法呀、跨州政治共识啊，以及这些人物的历史定位的争议啊，包括现在整个美国的一些种族、性别、地区、党派的一个平衡啊，所以不改相对来说是政治风险最低的啊，所以不改。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啊，因为美元不是单纯的美国国内的法币，它是一个国际货币，对吧？是国际的一个储备货币，是这个国际上的这个贸易结算的工具，以及全球的避险资产。所以美元的稳定性来自于什么？长期不变的这种承诺。当然这个不变浮在表面意义上的是这种版面的印的人物的不变，也是一种不变啊，这也是一种信用信心的一个体现啊，所以美元是有它的特殊性的。那我们来看一看其他的货币啊，就是它整个这个货币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啊。我们看看日元，日元上面印的都是什么人啊？现在看这张图呢，是2024年之前的这一版日元，1万是日元的最大的面额。上面印的这个人呢是福泽谕吉，他是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印在这个最大面额上，什么意思？就是把知识与教育放在国家的价值的顶端。你看日本他没有印这些政治人物，印的是这么一个思想家、教育家。接着5000面额上印的是樋口一叶，这个是一个女性的作家这应该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把女性印在这个很大面额的这个日元上。好，1000面额上印的是另一个著名的作家这个夏目漱石好，印这些作家你看对于这些知识分子的一个纪念那他们都是有创造精神的人日元是把这样的人放在自己的这个货币上去做纪念。好，我们看现在新版的这个日元上这个人物就改了。1万日元最大面额上印的这个人是色泽荣一，这个人呢是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制度设计者包括一些这些企业制度整个这些经济运行的这些伦理制度是这么一个制度设计者对于现今的日本的这个近现代的整个这个商业文明的缔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接着看5000日元上印的还是一位女性这个金田美子，这是日本女子教育的奠基者我觉得未来可能可以看到日本这个1万日元最大面额上也会出现女性。好，我们接着看现在的这个1万的这个日元sorry把这个对这样1000的日元上现在印的人呢是北里柴三郎这个人呢是一个科学家，是日本近代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者
你看科学家也印在这个钱币上。所以这个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进步方向，就是我在钱币上印这个人，从过去的统治者政治家、制度的设计者，到这些科学、文化创造的这些对于这些人物的一个纪念。那比如说这个曾经欧元之前的这个法国这个法郎上面500法郎上印过这个维克多·雨果大文学家。那比如这个德国马克100马克上印过这个舒曼克劳拉·舒曼，这是一位音乐家女性。好，大家看这张图这是现代人类文明的这个钱币设计上的一个更新的理念了，就是我不印人了比如看左边这是现在的欧元欧元上面不印人的印着各种这个人类文明的创造，一些建筑等等的。那么右侧这个港币上也不印人，对吧？那么你不同银行发行的港币上面印的是不同银行的一些 logo 总体而言它也是不印人的。那这种趋势呢，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会不会更前沿一些更美感一些更不具有那么大的一些争议性。那包括这个瑞士法郎近些年也做了这样的变化从原来印人到现在不印人了，而且你看它这个很漂亮它是竖版的一个钱对吧？竖版的一个钱。好从这些整个这个文明的发展的这个理念上呢，我们来回看这一次新台币的一个设计理念。第一就是不再列入政治人物了，所以这不是一个什么去中国化或者去孙中山化的一个尝试，而是符合整个人类文明对于钱币设计的一个变化，对吧？不再列入政治人物，以及呢期望回到更贴近文化生活与土地价值本身的设计路线上。它不再是单一叙事的一个载体了，而是全民共同记忆与代表的视觉表现所以我们就看到现在新台币的那个设计稿，对吧？有动物，有植物，有风景什么的，就是全民的一个对于这片土地的一个共同的美好记忆的一个视觉化的表现，在这个钱币上。那现在的这个征集稿件它有12大主题方向，然后也给大家念一念。其实念这个呢是想启发大家去想一想，人民币上其实是不是也可以不用印毛泽东，对吧？对于一个如此有争议的人发生过这么多的错误，导致这么多中国人伤亡以及呢毁坏了这么多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样的一个人他有没有资格印在人民币上？我觉得大家应该去思考其实包括孙中山的争议也很大，他其实也不应该印在人民币上。那可以印什么呢？你看新台币有这么12个主题方向的探讨和谐共荣、永续发展、运动精神、艺术美学、建筑之美、科技创新、民俗节庆、工艺之美、岛屿生态、保育植物之美、保育动物之美、女性的光辉，对吧？那这些我觉得都是可以启发大家的。那好，最后呢，我让 AI 做了一张图就是这么一张图这个只是这个我抛砖引玉我所想象的一个数字人民币一个又重现了天圆地方的这种理念，然后包括这个中国这个华文化里面最重要的图腾龙等等设计进去的这么一张图它不一定每个人都会觉得它好看那你也可以设计你的这个新版人民币长什么样子我也会在推特上去发帖大家也可以来回帖，我们可以互动来聊这个事情。那它不只是一个审美上的探讨它也是一个关于华这个文化或者这个文明的一些精神内核和它的一些核心理念的一个重塑
好啊，那我觉得今天这一期节目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啊，算是给这个系列呢开一个头啊。我们会聊各种各样的话题啊，那么专注的点其实都在“华”这个字。好，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聊，感谢收看、订阅、分享。